组的，拍戏拍这儿来了。我不能死，边关还有3000弟兄等我回去。放手！碰瓷是吧？我报警了。这血是真的。高烧，伤口感染了，你这哪是道具啊？受这么重的伤不去医院，跑我这干嘛？医院是何处军营？忍着点儿，碘伏消毒。此水竟能压住腐毒？碘伏不是神水，再乱动贴禁止搬运。张嘴，吃药。掌柜的，敢问还有此等神药？我要很多。行，先结账，材料费加急诊费。药还有多少？你干嘛？松手！燕回关伤兵3000，军医药材已尽，明日北狄再攻，城破之日，关内10万百姓生灵涂炭。你说什么关？3000？燕回关，我是镇北军守将，顾镇北。镇北军燕回关10万百姓，你剧本挺全啊！哎，你伤还没好。多谢掌柜救命之恩。喂，那是我的货，你还没结账。要钱，我必还。拿的全是消毒退烧的常备药。我家药房通战场了，是实心的。爸，你这店到底是个什么店啊？药材已尽，老天爷，这可如何是好？秦伯，药来了！将军，这是从何处得来的？机缘所得，秦伯莫问出处。眼下救人要紧，先以此盐水冲净伤口，再以此药消去伤口腐毒。这宗皇之水，竟真能压住腐毒？伤口接净，包裹严实，方能愈合。等，将军，烧退了，将军，他烧退了。神药，将军求来神药了！神药！顾镇北，不是神药，这叫碘伏。神药！掌柜的，你的药救活了阿石。阿石谁啊？若没有你的药，他活不过今夜。我此来是想再求药。多少3000。3000？你当我这是医药仓库啊？库存确实不高。我爸他给整个片区基层诊所供货，意味着我能合理大批量进货，不会有人怀疑。但是进货要钱。老王叔，我苏豪啊，苏明远的女儿，我想进一批货，量有点大。现款，
我这小本生意赊不起。看来得去把你变现了。老银子，成色不错，不过量大常来，得说清来源，登记身份证。明白明白，就这一块。支付宝到账30万元。发了，这下房租水电全部成，火锅奶茶管够，本月暴富。糟了，这些金银来路数不清，我的摇钱树没了。先这些，但我有话先说清楚。第一，救人归救人，货款另算，我不是慈善家。理应如此。第二，以后少给我银锭。为何？这是官银，足色足两。就是因为官银，变现量大了会被查来源。我记下了，碎金碎银。行，算你上当。军中高热伤兵越来越多，怕是有异症。都别愣着，高烧的越来越多了，凉水、烈酒、干净布巾全拿来，先给烧昏的降温，伤口化脓的抬到这边，快！传我命令，凡高热者，皆服此药。告知全队，烧若不退，可自取再服一份，务必把热压下去。是，将军。好像没那么烧了，有效，但还是烫，再为他吃一份。将军，我难受。怪哉，服了退热神药，烧退了，人却虚脱了。神药为何会伤人？将军，再这样下去要出人命。飞马，不，我去寻苏河。苏河，你的退烧之药为何会伤人？士兵服后呕吐虚脱。你们是怎么喂的？凡高热者，皆服此药。烧若不退，便再服一份。烧不退就再吃。退烧药起效要时间，你以为是攻城，一波不行再来一波，重复服药就是毒。这是退烧药，不是糖豆。我不该用打仗的法子来用药。我知道，先别说规矩，梳头的人现在最缺水和盐，这是不夜盐，温水冲开，1勺喂，别灌。出汗多的半个时辰喂一次。人救回来之后，听好了，往后照这个注意事项来。第一，药统一存放，专人管，谁能吃多少，均一点头才发。第二，每个人吃了什么，多少时辰，全都登记在册。第三，私吞乱吃药的，军法处置，别再叫他仙丹神水，他就是退烧药和碘伏。我明白了。昨夜因我用药无度，致多名兄弟虚脱受苦，此乃我之过。从今日起立军令，所有药材统一存放，军医专管，用药与否、用量多少，皆由军医审定。每一份药登记在册，私吞乱用者军法处置。还有，从今往后，谁也不许再叫他仙丹神水，他叫退烧药和碘伏。是将军，是将军。顾镇北啊，顾镇北，你救得了一时，救不了一城。把病死的牲畜腐尸，投进城去。水，井水有毒，喝了就病，这是天罚呀！老天爷要灭了我们！我听说啊，将军是从墙里那个妖女手上取了妖药，才招来了天罚。妖女，苏河，城中瘟疫蔓延，北狄投了腐尸死处入城，污了水井。这是细菌污染，会传染。听好了，口罩、手套防传染，消毒液、酒精消毒，漂白片、净水片处理水，补液盐、母奶石散止泻补水，退烧药按剂量来。还有这个喊话用。城中百姓恐慌，有人说你是妖女，这些是妖药。我就知道，记住，封掉污染水井，水必须煮沸喝。这些是消毒和治病的药，按说明用便好。
姑娘，让孩子吃下这药，烧就能退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这是妖丹，吃了会遭天罚的。我儿就算死，也不吃妖丹。你们说是妖丹，老夫今日就吃给你们看。秦伯，使不得。秦伯，别硬劝，吓着人没用。各位乡亲，我叫阿石，燕回关的兵，我中过北狄的箭，伤口烂得流脓，就是这药把我救活的。要是妖丹，我早死透了。我现在不是好端端站在这儿吗？真的能救？真的，大婶儿，救孩子要紧。娘，我饿。谢菩萨，谢神医。不是菩萨，也不是神医，是药，还有敢站出来的阿石。昨日那少年兵，谁知道是不是妖女施了障眼法？讲者将军的声音为何如雷贯耳？妖法又是妖法！此物名叫扩音喇叭，不是怪物。我要全城都听清。北狄往井里投了污秽物，水才有毒，这不是天罚，是北狄想不战而胜，先把你们吓死，病死。从今日起，所有井封喝水必须煮沸，发热者去城东一棚单独安置，领药分文不取。至于妖女、妖药这种话，再有人传，按通敌论处。张家二郎腹泻，补液盐1份，细食10服。军医，这白布蒙脸能挡得住温气？苏掌柜说病气走口鼻，能挡7、8分。拜上。一瓶虽险，人心齐则天下安。苏和，成了，疫情止住了。照你说的法子，烧水隔离分药，新倒下的人一天比活过来了。只是药和补戒盐撑不了几天了，重症还压着一批，再这么耗下去，物资还差一截，我们还得再想办法。药、口罩、净水片，老规矩登记发放，但今天重点说这个。灭火器、火药、火油这种火绝对不能泼水，泼水只会炸开，越浇越大。真气有火，拔销、握管、压柄、坠，找专人管登记上墙。燕回关守了3年，何曾怕过一把火？怕不怕是你的事，背不背是我的事。关里有个老工匠鲁三叔，手稳心细，看得住东西。行，这些铁家伙都归他管，照单子一样不能少。连续第3通宵。燕回关无人见过他，他们叩拜苏氏衣律，供奉那块木牌，却不知立下这些铁律的人，此刻趴在柜台上，睡得像个孩子，手里还攥着没写完的计量单。这是什么？怎么会有血腥味？这人还挺会关心人。一个快倒地的小破店，哪来的钱进这么多货？周成，你那旧家的破药房最近不对劲，进货量大的吓人，查查他的钱哪来的？王子，腐蚀头颈本已奏效，城中百姓都病重，可顾镇北被妖女相助，有那神药和白色面纱隔离病人，瘟疫竟被他压下去了。那些神药，那些神药才是关键！传令火兵，今夜
给我烧了宴会观的药材库！我倒要看看没了那些药物，顾镇北拿什么救人！这墙后就是药材库了，今晚这买卖稳赚。来了，千万别发现我。走水了，药材库走水了！记住，地形！快醒来，包围宴会观！所有人行动！将军，越叫越大，这火邪门！难道是天要亡我宴回关？有火绝对不能泼水，真起有火，拔箫、握管、压柄对着火根喷。三叔，红罐子在哪儿？快找，那是灭火的关键。苏掌柜留的红罐子。将军，在这儿。苏掌柜说有火就用这个，登记在册的，我一直看着呢。拔箫、握管、压柄对火根。海雾，他们照出海雾灭火了！妖术，快撤！兄弟们，挺住！药材库不能失，但我们还有命在，搬药材能救多少有多少。将军，这是宴会观内部布防图，药材库两侧暗道标得一清二楚，这是内应给的。关里有鬼。传令全军议计，凡苏掌柜留下的物、立下的规矩，往后皆按军令执行，违者同军法处置。他在墙那头。看不见我们打仗，可今夜这把火，没有他的安排，我们必然损失惨重。一身糊味，你烧炭了？药材库被北敌火兵烧了，猛火油。药呢？烧没了？没有。你那罐红的。救了整座库，我泼了水，火差点吞了我们了。多亏了你的红罐子，才避免了一场灾难。啊，让你背着你还嫌多，下回还敢不敢泼水了？不敢了。什么声音？大半夜的总往这后屋钻。苏荷，我倒要看看你这破仓库里头藏了什么。一堆破药、纱布、口罩，进这么多货干嘛？周成，大半夜不睡觉，撬我家窗户，翻我家东西，挺忙啊。我这是替我舅检查房屋安全。这房子是我舅的。行啊，那你对着镜头再说一遍，我撬窗户是为了检查安全。大半夜的撬门撬窗，周成你还要不要脸了？这不是周成吗？又来欺负小何。小何他爸在世的时候多照应你们家，现在人没了，你就这么欺负一个姑娘？我舅就是要收回房子，这店他迟早得搬。
我爸留下的电，不是你想撬就撬的。这段录像是留着报警，还是留着给你舅看？你自己挑。哼，算你狠。小何，婶跟你说句实话，周成这阵子上蹿下跳，背后不简单。我听说，对面康仁那帮人盯上的不止你一家。小婉，有件事得提醒你，对面康仁不是普通药店，他背后是个连锁医药集团区域分公司。集团盯我一个小破店干嘛？不是盯你的店，是盯你这条街。他们想把整条老街的铺面一口气吃下来，统一改造。周成催租、撬仓库都是给人当枪使，蒋美兰就是他们派来逼街的。原来不是要我搬走，是要这一整条街。租约，你到底夹哪儿了？爸，这字，难道你也知道？药材库的位置，暗道的走向，外人根本不可能知道。给北狄地图的是我们自己人。将军，要不要挨个排查？打草惊蛇，他只会躲得更深，得让他自己露出来。苏荷，关里有内鬼，给北狄递了布防图，我想抓他，却苦于没有凭据。凭据是吧？昨晚有个人也想撬我家门，结果被这玩意儿拍了个正着，赖都赖不掉。你那内鬼藏得再深，也得见人，得说话，得办事。那就让暗线自己露脸。将军，这玩意儿真能偷偷记人？苏掌柜说，他替咱们盯着，一刻不眨眼。老朽这把年纪，活活学成半个仙人。装好他，别让任何人知道，尤其是梁官。林大人，盯紧粮库和暗道就够了。光有眼睛还不够，你得有嘴。我爸以前跑山区送药用的，山里手机没信号，靠这玩意儿和我妈联络。按着说话，松开听，频道对上了，几里地都能通话。我爸说过，这东西救过他的命。有次在山里遇到泥石流，就是靠他叫来的救援。此物我必善用。别那么严肃，就是2个破对讲机，又不是传家宝。不过能再派上用场，我爸应该也高兴。西段可听见？听见，往后调兵不用跑断腿了。记住，按着说，松开听。这是眼睛和嘴比刀还利。布防图我已递到，药材库可惜被那妖物的寒雾灭了。王子动怒，差事办砸，你担待得起？你回禀王子，顾镇北撑不了多久。经理那位呢？话已经许下了，宴会官一破我林家入京，从此不必再守这鬼地方。少做梦，关破之前你还是条用得上的狗。狗也也好，只要能活着离开这里，到时候这破关里的人是死是活，与我何干？将军，全记下来了。明日教场点兵，看他还怎么狡辩。将军唤下官何事？昨夜3更粮库后巷，你见了什么人？说了什么话？下官昨夜驱查粮库，并未见人。将军听了谁的谗言？那便让你自己布防图我已递到，药材库可惜被那妖物的寒雾灭了。
是林大人，他通敌。妖精，这是妖女的妖精，凭空造假。将军，北狄探子抓到了。你出卖我，你把我出卖给顾镇北了。对。是他林怀义给我们地部方土通报关内虚实，说好燕回关一破，齐王他全家入京享福，通敌卖国。人证、物证俱在。林怀义，你还有何话说？是我，可过去的事是齐王，你父也是他杀的，饶我一命，我把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。你以为边军为什么年年缺粮少药？西王吃了多少年的空饷，倒卖了多少边军的粮药，账目全在户部旧档里。你顾家父兄当年就是查到了这笔账，所以齐王才让他们死在燕回关。那场大败根本不是意外。我父兄是齐王害死的。燕回关大败，他才好夺兵权啊！边军死得越惨，朝中才越信他。严加看管，一个字都记下来。镇北军守将顾镇北接旨。臣接旨。顾镇北私通强中妖女，取妖物秽乱军心，致边关动荡。着你即刻交出一应妖物，随本使回京，自便待审。钦此。好快的手，我前脚抓住他的把柄，他后脚就要取我的命。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，出大事了？你到底怎么了？内奸抓住了。他供出克扣我军需的是当朝齐王，那是好事儿啊，你揪出主谋了。他还供出今我父兄当年战死，不是意外，是齐王要灭口。京里的圣旨已经到了，回京受审，说我私通妖女，命我交出妖物。这不是颠倒黑白吗？我17岁随兄戍边，3年前北狄夜袭，父亲战死在城头。大哥为护军旗，乱箭穿身，我赶到时只来得及接住大哥半句话。那一夜起，燕回关3万军10万民都压在我一个人肩上，他们敬我、为我、靠我。我若倒了，这城就塌了。这些话我从没对任何人讲过。你跟我说这些做什么？我又帮不上你打仗。燕回关上下没有一个人能让我把话说完，我开口他们就跪，我皱眉他们就怕。只有这堵墙后面，你不怕我，你还敢骂我把不懂当果断。我那是骂你乱用药，差点害死人。可被一个不怕我的人骂，比被1万个人跪着喊将军舒服。少贫嘴，回京的事要紧。苏老板，生意兴隆啊！这2位是监管的同志，来例行检查检查。有人举报你这里短期内大量采购医药耗材，数额异常，涉嫌违规销售，请配合检查。药品经营许可证、营业执照，我爸留下的，这是面向乡镇诊所杨乱工厂优质的供货合同，都还在续。这是老王一劳其切的正规进货单，每一笔票货对得上，账一笔一笔清楚。进货销货有据可查，我大量进货是因为我把我爸当年的基层供货渠道重新接起来了。要核实，我把客户名单给你们，一家一家问。证照齐全，合同单据账目都对得上，进货渠道合法。苏老板，你这里没问题。这位女士举报要有依据，无端举报浪费行政资源是要担责的。误会误会，我也是关心同行。经理，我爸教过我一句话，做药这行手脚干净的不怕查。慢走，不送。这次靠证照糊弄过去了，但你猜怎么着？他们举报的人根本不是冲我一个店来的，蒋美兰背后那个集团要的是整条街。这回查不到我，下回还有别的招。原来如此，这与齐王诬陷我勾结妖女那桩竟是相似。他要的
也从来不止我一条命，而是整个燕回关、整个边军的兵权。顾镇北，你要回京受审是吧？3日后启程。那帮人最爱跟你扯什么妖物妖术，对不对？正是。那就别跟他们争妖不妖。他们讲妖物，你讲证据；他们讲罪名，你就讲死了多少人，又救活了多少人。这一仗，我帮你把弹药备齐。将军，老夫问了这么久，竟还不知那位救命的掌柜名讳。哈哈哈，墙后那家药房叫苏记，掌柜姓苏，名和。那掌柜可还有位长辈，可叫苏明远？拿着，这是消炎的止血写的，冲干净伤口再敷上。你是何方神圣？别问了，我也不知道这破墙怎么回事。药房不大，能救一个是一个。你怎么把人也带过来了？30年了，30年前也是这么一堵墙，一个姓苏的掌柜递给老夫一包药，救了老夫一丈的兄弟。唉，他说能救一个是一个。这是我爸的字。苏掌柜，他人呢？老夫想当面叩谢救命之恩。我爸半年前走了。苏掌柜，您没看错，您闺女借着您的话，又救了3000个，救了一座城。我一直以为我爸就开了个不挣钱的破药房，原来他早就……爸，你这电通的不是边军，是你那句能救一个是一个啊！原来30年前就有一个姓苏的人站在墙这头，救我们这些素不相识的兵。父债子还，药债我顾镇北更要还。苏掌柜，这是关里的人想谢你，我不太懂这些，就问了鲁叔。这簪子是关里最好匠人打的，说是姑娘都喜欢。玉镯是从西域商队那儿换的，说能养人。这也太好看了，我好喜欢。这也太贵重了。你救了3000个兵，10万个百姓，这是阿什么凑的？每个你被你救活的人都出了一份。他们说不知道该怎么谢，把关乖最好的东西给你。这个是老夫用关外天山雪莲配的养颜膏，天山雪莲100年难遇，这膏子能护手润肤。当年宫里德妃娘娘用的就是这方子，手比28庶女还嫩。秦伯，这也太贵重了，你们这是把我当亲人了。秦伯，咱们该回去了。苏掌柜，嫂夫您再给带点新膏药。秦伯，您慢走，下回身子骨别总熬夜配药。苏掌柜，保重。苏豪，出事了！屋檐裂昨夜又动了，伤兵营里高烧不退的人一夜多了上千个。秦伯说像是把什么东西混进了粮里，防疫都废杂了，今早就见底了。退烧药还有2天的粮。2天。秦伯说，若不能及时补上，伤兵营撑不过3天。北狄那边像是准备再投医。我知道了，你先回去，我来想办法。苏浩，明天中午前不交清3个月房租，钱没到债，我舅那边就走程序清店了。我也不想弄得难看。省不出来了，1分都省不出来了。一边是救命的东西，一边是这间店，你们倒是都挺会挑时候。怎么办？我的余额只够填一个窟窿了。小婉，这么晚？王叔，你上回报的那批货，防疫耗材那一批，问过你了，你说再等等。货先发，钱我今天转。今天？现在？我现在转，你明早看到账再安排发货，行吗？这下行，你注意身体，别熬太晚。
房租晚几天还能谈，人烧到40度，晚1天就没了。你遇到难事了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这个表情我见过一回。城里最后一批军粮快吃完的时候，我也是这个脸。这个店可能要关了，不是今天，但快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买这批药。因为这批药加上之前的账，加上房租，反正算下来是这样。这个店要给我保住。这看着不便宜，你哪来的？顾家的东西，我母亲留的，父亲贴身带了半生，父亲战死后传到我手里。那不行，你爸你家剩这一间念想了，我不能要。不是送，是抵押。你救我的城，我守你的店。玉是冷的，你的手是暖的。少贫嘴，压就压，我给你写收据。你给我正经点写收据。写的是正经账。掌柜的，你看看这块玉。和田杨枝老玉，几百年老工，品相完整，能正规拍卖。顾镇北，你把这么珍贵的宝贝压我身上了，要平安回来呀！将军，京城凶险，末将愿随您同去。你守关，北狄还在城外，我若回不来，燕回关交。我这次进京不带刀不带兵，带的是3000条活命，10万条人心，和一个姑娘替我备下的一箱子礼。臣等叩见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卿平身。陛下，顾镇北私通强中妖女，以妖药秽乱军心，留之必成大患。顾镇北，齐王所奏你可认？回陛下，妖女妖药，臣不认。不认？人证物证俱在，你如何抵赖？臣不与王爷争妖与不妖，只称3样东西：其一，燕回关伤兵名册，用药后存活率90成，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；其二，燕回瘟疫记录，我风景逐水隔离病患，救活满城10万百姓，户户在册；其三，两关林怀民供认通敌北狄，地布防屠烧药材库，指使他克扣居盗卖粮草10余年的人是齐王。喷人，死囚胡言也敢污蔑本王！3年前燕回关大败，是王爷与北狄里应脉合。敢问王爷，我顾家满门忠烈的血，是不是也算在您倒卖军需的账上？空口白话，你把那妖女带上对质啊！妖女不必上殿，王爷与密使勾连的话，这小小一物一字不漏都记着。王爷，这是边关布防图，只要您助我起事，这天下便是我们的了。妖物，这是妖物！够了，这10万条人命是不是真的？来人！齐王通敌叛国，革去王爵，打入天牢。你私用强厚之物确有非议，但救3000伤兵10万百姓，功远大于过。臣恳请陛下莫以妖论之，准臣继续用他救人。准，下朝。为什么还没动静？怎么样，赢没赢？我回来了，这一仗多亏了你，赢了。赢了就好，你这一箱子证据总算没白装。玉，我回来赎了，可这债，我想一辈子欠着。物资分类完毕。
强的传送好像不稳了。昨儿还能撑2克，今早怕是半克都悬。这是你上次要的货。这可能是他全部的家底。先别急着搬，你守燕回3年，敌人攻城惯用哪几招？你说，我对着配，一样都不能漏。北敌关从来3板斧，头一招最毒抛毒烟罐，熏得守军睁不开眼，喘不上气，再趁乱以赴攻城。3年来，这一招害死我的兵最多。这是防烟面具、护目镜配着用，人手1套。烟一起先套上，别叫他们硬扛，你自己先试试松紧合不合适。不过是一张布面，毒烟弥漫，这东西如何挡得住？这里头有过滤的东西，烟里的毒气颗粒过不来，只有空气能进去。你不信，现在带着，我在你面前点根香，你试试。这布面居然如此神奇。那就记住，烟一起先带，别硬扛。第2招，火攻，火箭、火油专烧梁垛营房，逼我们自乱阵脚。灭火器你已经会了，这回再添消防毯。火油着了绝不能泼水，越泼越旺。这条你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鲁三叔也记住了。让秦伯带着百姓练熟，不是士兵专用，谁都得会值。第3招，最阴，正面打不下，他就走暗道，挑后半夜夜袭，黑灯瞎火，最难防。天眼，医用头灯，电池驱动，谁带谁亮，跟天没关系。医用头灯，照得清就不怕摸黑，这个自己拿着。天光，医用手电筒，5号电池，用完了换。手电筒。头灯是给士兵带的，解放双手用。这个你自己留着，要照哪儿扫哪儿，想照多远照多远。对讲机带够，备用电池别省，各段调路不要靠扯嗓子喊。这叫望远镜，2端一拉，对着远处看，10里开外的东西像站在你面前一样清楚。真的，这可是千里眼。别猜了，敌军旗有多少，烟起了几处，车辙压得多深，是粮队还是兵队？这些用眼睛硬看，10有8九看错。派人摸过去探，又是在拿命换消息。用这个站这儿就能看清。记住兵法云：眼见不一定为实，摆出来的叫礼数，藏起来的叫杀招。懂了。苏荷，这批货把你掏空了。货是我的事，账是你的事。你把货使明白了，别糟践，比什么货款都强。去吧。一定要活下来呀！3年了，年年守，年年守不住。顾镇北，今日也不例外。放烟！大汗，城头没乱。放！毒烟
竟不管用了。乌延烈，你那毒烟在我燕回关熏不死一个人。收烟，压制城头，准备以赴。左压制中段推半步换弩，右段火油备着，别让你靠墙。稳住，弩阵不断，滚石留给第二波，谁敢乱退，军法处置。可恶，顾镇北，你从哪里弄来的这些东西？撤兵！将军，山道起火，援军今夜要走那条路。将军，若援军被截在山道，城里粮草最多撑2日，得出城接应。将军，请下令吧。火场两侧有伏兵，至少3000骑。等我开城门。这把火是幌子。城门不开，让他烧。将军，城内2垛3处起火。原来调虎离山只是第一步，城外那把火是为了引开守军，城内这3处粮垛才是乌延烈真正的杀招。秦伯、鲁三叔、红罐子，将军，苏掌柜的话我记着呢，火有点的绝不能泼水。拔销、握管、压柄一致。抓到了城里的眼线，乌延烈的人。这次他居然没有上当，不仅保住了粮，还抓住了我的眼线。这燕回关难度真有神女相助。放黑鸦。北敌黑鸦营专为夜战而生，入营者从12岁起训练，蒙眼行路，闭眼攀墙，在无星无月的暗夜里辨认气息定位。他们从不在白日出现，每逢黑鸦入城，守军往往天亮才发现，发现的是自己人的尸体。20年间，黑鸦攻下过10亿座关城，无一失守。东段3处，各7人，共21。弓弩手听令。那是什么光？不是火把，他们额上有眼。开天眼。什么？传说里说，长生天震怒会赐使者之人天眼，天眼一开，夜里藏不住人，罪兵无处遁形。北狄信奉长生天，长生天发怒时会降下天罚，照破一切藏匿与罪恶，这是刻进骨子里的恐惧。开天眼了，他们开天眼了，黑鸦被看见了，别过去，过去就被照出来了。他手里还有光，那不只是天眼，那是天光，长生天亮下的天光。天眼照城，天光扫阳，长生天怒了。都给我起来！那只是……将军，黑鸦还挂在墙上，是否放箭？放箭，放几个舌头回去，让他们把今晚看见的
说给每一个北狄人听。撤！这一天，我失去了2个人，一个是我没拦住的，另一个是我根本不知道他已经下定了决心。3营800骑，今夜子时，随我出城，静默，绕西路走小道。咋咱这800是不是有点少？还有将军那边，我是3营副副将，这是我的决定，出事我来担。当年霍去病的冠军侯可不是等来的，机不可失，800就800，先下手为强。得令。将军，裴将军在调3营骑兵，说是今夜出城。他没来请示我吗？没有。罢了，随他去吧。是那面将旗。裴将军，按计划只是偷袭粮草。兄弟们，跟我冲！裴将军，那居然是王旗，好得很，踹进敌人老窝了。来呀！你下面拖出来。你是谁？我是北狄的王子。好，抓的就是你这个北狄王子，绑了，押送回城，快！四面都是人！退，向东，保持队形，王子带好，往雁回关退。沈将军，被围了，东北500骑抓到个重要的辅助。往正东走，不要往北，我来接你。将军，我……闭嘴，跑路。全营旌旗，随我出城。伤亡多少？800出去，500回来。俘虏呢？北狄王子，还有老王爷的头，我带不回来了。走，往东，别停。休伤无将！副将不能回！走，将军先走，我拖住他们。将军，少时从军，得将军教诲，此生无憾。配将！来不及再重演，拥抱着一悄悄冷却。来！将军，请先走一步了。拥抱
将军的马中毒箭了！顾安，表哥，快上我的马，告诉父亲，我没有给顾家丢人。你给我上马！我顾家军不能没有你，一定要赢呀！顾安！我就是最后的你也在你离开之前，能否让我把故事重写？怎么受这么重的伤？急救箱！后撤，全军后撤，别管我。裴青，快回来！顾安，表哥在，别怕。醒了，打了一场大仗，赢了。可赢得很惨烈。你昨晚一直喊人，喊了2个名字，说说他们。他叫裴青，我的副将。他那夜800人冲敌营，斩了敌军3名大将将，斩了北狄老王爷，还绑了王子回来。仗打得太漂亮，被走了合围，被3面合围。然后你去接他了。我去了，缺口撕开了，他冲出来了，就差这么一点。可他冲出去了，看到我中箭，又逆着人流杀回来。我在马上亲眼看他倒下去的。他出城前，我知道的。亲卫来报，我没有拦他。我是他的将军，我没有拦住他。还有一个人是我表弟。撤退途中，我的马废了，追兵将近。他走过来，没说话，把他的项绳塞进我手里。他骑上那匹飞马，披了我的将军披风，往另一个方向跑，把这一佩放在我手指，说告诉父亲，他没有给顾家丢人。我最后看见的是他的背影被体淹没。那玉佩，他从小戴到大的。大帅，老王爷梦了，王子被俘，前锋大将。王子的事儿压着，不许走漏。老王爷对外说病故，3日后总攻，我亲自上。